云在整体架构和世界观设计上开创高武低磨的新武侠类型，超玄入幻，以此定位在华丽而内藏的古风美学风格。在世界观前期架构，主创团队通过采风，对各地的景色，尤其是风俗文化进行了学习和研究。这个剧也是它的最大特色，因为它的背景它没有居于某一个时代，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它有很大的这个扩展性。所以呢，我们这里面运用的一些元素和符号，无论是服饰还是它的道具各方面，它都有这种跨越时空的这种性质。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创新。我们的华夏幅员辽阔，有非常多样的地理环境。我们把故事中涉及到的门派副本去落地到在中华文明中存在过的景色中去，其实是蛮大一个挑战。金椰寺最早参考的是潭柘寺的帝王银杏，那万鞘毡最主要的来自于《洛神赋图》，融合的是隋唐时候的楼船。洛夫13楼福神地参考的是7级浮屠塔，内部设计了走马灯一样的倒垂的塔心柱，它既是古代宝塔的风阻尼器，同时也是各种机关的控制室。那建王城呢，融合了临清和泰山，将建王城定位在水陆码头。中原建会，我们对标的是太行山。我们给碧落宫的核心词就是汉阙石宫，突出的就是悠久神秘，但是又大气。飘云梅苑，它定位在秦岭，其整体的造型参考了佛教的莲花灯，毕竟是仿造连晋一脉相承的一个祭坛嘛。我们做了很多的武器和道具，那么它们的美学文化来源，我举个例子，那刘演的武器是琵琶，传说中忽律是一个4角的独龙，口含雷音，专杀玄武。我们觉得这种寓意很适合刘演，然后我们就结合唐制的呼雷琵琶的制式做了设计，名曰忽律雷音。水龙吟的世界观非常的庞大，所以在这一次我们确定以最早的商周时代全部去整理啊、学习啊、尝试应用，这样才可以足以支撑水龙吟整部作品的完整框架。我们这个服饰呢，都能在我们的考古学、在历史学都能找到原型。天人体唐丽瓷为了增加神秘感，加入了三星堆文明中的玉石、青铜、黄金的材质，还有纹样特色的运用。碧落宫副本也沿用了这些元素，象征了力量，同宗同源。周地楼副本则运用了秦汉曲居加上丝麻的质感。万巧斋的副本着重在唐代的款式、纹样工艺的繁复运用，凸显了华丽感。中原建会时期进入了宋代的元素体系，色彩上一个雅致感，用渐变的印染、真丝、雪纺跟削缎，纺织金银丝料，配合一些书法啊、刺绣的方式来创新结合。灵感是来自建会时刻的剧中元素。我看在这个剧当中，衣服是非常华丽的。其中有一个特别的元素，就是耸肩的这样一个造型。这种仙人羽翼服饰化的现象，在两汉壁画出现过。另外，半壁的这种造型，在唐宋时期是非常流行的。当然，它有的时候是无袖，有的是半袖。南北朝时期的画像砖上我们就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个半壁的出现，包括服装的形式也会随着应用领域的不同产生不同的变化和发展。比如戏曲中就有大坎肩这种盒装类型的浮现，比如剧中鬼牡丹这个角色的服装戏服的特征会比较明显，和一些剧情也比较贴合。整个服饰在整体艺术表现上发现了很多的小的亮点，比如说做这个绳结、回龙穗，还有织绣，这都是我们非遗文化从这个整体到局部，从
局部回到整体，在剧目里头把我们的传统非遗文化呢赋予了它的新的生命力，这个是很难得的，这是下了功夫。